嗨，我尊贵的造物主们，我的名字叫浩如，欢迎你们选择我的频道，为自己创造一次探索内心的旅程。今天主题是它表面的想法 vs 它真实的想法。那么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来选取一组图卡，你可以选择图片，也可以选择数字，看看哪一个图片会想要让你点进去听听看，那么你就可以点进去听听看呢。如果有所帮助和启发的话，记得点赞3连。OK， 那么就开始我们今天主题吧。Hello， 第一组的小伙伴们，你们好呀！来看一下吧。首先看一下你们发生了些什么，好吧？发生了些什么？一段等待的感情等待了很多的一些消息，但是这个消息的话是遥遥无期的，没有出现在你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有一种盲目的等待在这边其次就是有一种就是宝剑四的这种躺平的一个状态就很多的抉择很多的决策什么的，你想要去做，但是呢就会因为外界的一些情况，然后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些角色没有办法去做到这些抉择什么的这种还有一些外界的一些环境的一些教条什么的会有很大的影响，比方说房子、车子、票子，这方面的一些影响会更重一些物质层面的一些影响什么的这种。然后这边也有看到说有很强的一种拓展的一个领域很强的一种拓展的这个领域拓展的这个领域是什么样子拓展呢？就是这段感情的话呢，可能还会想要继续去做一些什么，继续去发挥一些什么，但是这个发挥的过程的话不是非常的顺利这种而且就是这种房子、车子、票子这方面的一些影响的话是非常非常重的，而且这组是有一些分离的情况在的看到是有一部分人你们可能是和你们测的这个人有一些就是距离感或者说是异地或者说分离沟通不畅什么的这种情况存在是，还有看到说可能会有一些就运势什么的也不是特别好这种运势方面的影响也比较大，这种整体是一个宝剑四的能量状态宝剑四的话它是一种躺平的一个状态，躺平，而且你想要去做一些突破，想要去获得一些什么，想要去取得一些什么，想要让这段关系更往前去前进的时候就卡住，而且很多的问题是来自于房子、车子、票子什么的这种还有看一下当事人的话呢，对这个人其实是对这段感情的话呢是有一些莫名的信任感在这边的莫名的信任感这两张，因为这两张的话呢觉得说信任感也还是可以的，因为你给对方营造出来的感觉的话是属于那种有自己的一些立场，有自己的一些态度这种感觉有自己的立场态度，然后因为一些外界的一些环境因为一些外界的一些原因什么的，让两个人不得不去独立面对很多的一些问题，这种感觉就是相互之间有一些想相互之间一起去解决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少一点，它不是说可能性比较少一点，就是两个人就是磨合的过程当中不是特别的顺利这种感觉，所以变成说他在意的问题和你在意的问题就是两码事，两个概念这种感觉那么看一下对方真实的想法吧，对方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首先呢，你们两个很有可能是通过工作认识的，或者说是通过一些朋友的一些介绍什么的去认识的。其次的话，感觉就你在对方这边就没脾气了，或者说他在你这边就没有脾气了这种感觉。还有就是很有可能是考试的时候认识的或者说有一些比赛竞争什么的时候去认识的这种感觉而且是有一种在竞技场里面认识的这种感觉，类似于竞技场非常热闹，很多的人这种。然后他对你的表面想法是什么呢？表面想法他对你的征服欲其实还是挺强的，很强的一种征服欲但是这种征服欲的话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就是减弱，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减弱，而且在这边的话对于你的征服欲好像是一开始非常的强，然后后面慢慢就是有一点被削弱了的感觉呢。我刚才就说了，我看到了这个宝剑四的能量，我就抽到了宝剑四宝剑四代表的话就是他这边的话就慢慢的就去权衡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去说认真考虑这段感情是否要更进一步更去推进一些，然后这些想法的话呢他都是有一些就害怕了，知道吗？就想要更推进一步的时候发现说房子、车子、票子、距离这些好像都是一些问题，所以要不再看看再等等，
就他是有很认真的考虑说要不要和你们更进一步，或者说是往前去推进的话，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阻碍，这种哦是有想到这一些的。然后看一下他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好吧？最真实的想法，哎呦，不好意思拿反这张啊。最真实的想法，稍等哈。最真实的想法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担忧在了，担心呢。就两个世界，等一下我这边看到一些讯息，两个世界的融合和两个地域的相互融合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困难，还有就是他会比较在意你身边人的一些看法啊，你身边人的一些看法对他的影响其实还是挺大的。看到的是，还有看到说，就有一些隐藏的一些信息，他是不愿意透露出来的。还不愿意透露吗？我再往下挖一挖哈，再往下挖他真实的想法，哦，还不愿意透露吗？来，稍等，我继续往下。好的，还不愿意透露，不是的，他透露了。好的，他既然透露了，那么他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其实是有一些担忧在的，情感方面的一些担忧啊什么的，还有就是是否可以和你达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啊，还有就是他会很害怕就是人际关系啊，或者说是这种健康的发展方式啊什么的，这种会非常的害怕，而且就是他过往当中可能有一些隐瞒啊什么的，这一点的话是让他就不知道该如何去相处这种意思啊，或者说是你这边有隐瞒，然后让对方不知道该如何相处。这边看到的是男生有隐瞒哈，男性能量比较强的那一个。再然后这边看到说一个比较敏感的人，对，敏感的人和一个有所隐瞒的人，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一些决策，不知道接下来该何去何从这种感觉啊。再然后就是这种没有太大的一个方向感，或者说两个人之间有一些矛盾或和摩擦，还有就是一些没有把话说清楚的，就是你猜我，我猜你，女人心海底针，男人心更似海底针，就类似于这样的相互猜忌猜疑，这种的话就把这段感情经营的稀碎，好吧？就是两个人接下来想要去找的这个方向感的话呢，可能都是没有比较明确的，对，或者说没有聊到一起去，或者说干脆咱们就不聊这个话题，逃避这个话题，就还是走一步看一步这样的感觉哦。还有这边看到说，就是会有一些安全感层面的一些问题了，有一些恐惧在，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两张牌里面是有一些恐惧在的。这种恐惧的话呢，就是好像害怕被别人看到，或者是害怕被别人知道，或者说是一些什么。我不知道是你们相互隐瞒，还是说有一些就是向外界去隐瞒，就感觉好像是有一个很强的恐惧在的。这种恐惧的话，好像就是当你们知道了一些什么，或者说是向别人知道了一些什么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非常毁灭性的灾难，而且是有一些先例的这种感觉。看到的是这里面看到很强的这种。就是狮子不好意思，白羊座的这个能量啊，这里看到的是天秤座、射手座、白羊座还有亲爱的摩羯座，最近和摩羯双鱼的连接是真的强，这里也有出现摩羯座双鱼的话目前倒是还没有出现呢，有看到的是摩羯座在这边，还有一个巨蟹这几个星座，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就是这段感情里面是他会刚开始充满了很强的那种欲望，这种欲望是有一种征服欲在那边，非常强的征服欲，想要就是在这段感情里面做一些比较霸道的事情，这种感觉非常性感的霸道这种感觉啊。然后他这边这种霸道慢慢的就变质了，就两个人好像是一开始都是非常的有信心，好的，我们两个一定要发展一个非常激情的恋爱，两个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两个人都有，但是我不确定是相互的还是怎样，这一点我不确定哈。然后呢，经营到这边两个人都是有一些就是慢慢走向的话，就两个人好像都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这个状态表现出来，就卡住了，这种经营到一半就卡住了，好像就是一开始非常的有那种征服欲，然后到后面就跟小白兔一样缩回来了，这种我觉得他这边的话这样的情况更重一些啊，他这边可以通过他这边看到你这边的这个状态啊，我看一下你这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你这边的话我觉得你很受欢迎啊，有一些像
这个博主啊、视频博主啊、自媒体啊、UP 主啊这些人呢，类似于这样的非常非常受欢迎的这个类型啊。而且你这边的话，可能就是更愿意有一些交流啊，而且你这个交流的话，可能1对1的这种交流会特别的多，它不一定是感情交流，也有可能是你这边会有一些客户啊什么的，或者说是你这边会有你1对多的去交流，这种和自己的粉丝去交流啊，或者说是和自己身边的一些好朋友、好闺蜜们去交流啊什么的，就这种。所以你这边的话，反而会比他那边就是有更多的值得信任的人，或者说担心你的人，可能会比他那边更多一些这种感觉我感觉。然后我看一下你这边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哦？很强的吸引呢，你还是在吸引着对方啊，你还是让对方对你就是念念不忘这种啊，你还是让他有念念不忘的这个情绪在的。再然后在这边就是你可能没有让对方知道你真正的一个意图，或者说你真正想要让这段感情往哪一个方向去发展，这个有点迷惘了呀，迷住了的这种感觉迷惘迷住了的。再然后可能就是你这边就你们两个之间还是有误会呀，感觉就是时机点啊什么的可能不太对这种感觉而且你可能为对方拒绝了一些人事物，感觉上是好像是拒绝了一些人事物什么的，但是他那边的话好像不是特别领情的这种感觉看一下未来吧，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的？他那边未来的行动，他那边的话呢，接下来会开启一个非常稳定长久的一个感情状态稳定长久的一个感情状态，可能是单身，也可能就是和别人不好意思，和你这边确定关系也是有可能的是你还是别人不太清楚，看不太到。在这里面看到的是，他会去开展一个比较稳定长久的恋爱状态，或者说是一个。他的整个人的状态，整个就会变得比较稳重，或者说是比较稳定，就是有一种下定决心了的感觉。尤其是16号、17号这一段时间呢，这2天他这个满月的影响嘛，满月影响之后呢，这种对于未来的确信感、确认感可能会更重一些然后看一下你这边呢，你这边的话呢，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些人际关系吧，更多的一些人际关系，更优秀的一些人际关系会出现在你们的生活当中，然后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不再是单纯的仅限于这种恋爱状态然后看一下你们两个整体的发展是什么？整体发展的话，冥冥之中还是会有一些相互的影响相互的影响。稍等，我这个还得再来一张好的，会结束当下这个状态结束当下的这个状态。你们应该是知道了这个状态结束了之后会往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方向去发展呢？当下的这个状态的话呢，对方可能慢慢就会让你非常明确的知道所以当下的这个状态可能会结束完了之后，星币一我看一下吧，结束之后是往什么方向去的？结束之后，这边呢，结束之后的话。是会往让彼此更有安全感的方向去前进让彼此更有安全感的方向。那么看一下这边呢，这边的话，这个人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最真实的想法，他没有办法去忽略你的存在没有办法去忽略你的存在。哎呦，这不会跑回来又说，哎呀，我们要不先做好朋友吧？我觉得缘分也挺难得的，就这样的感觉很讨厌很讨厌，会有一些改变然后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这段关系会有一个开花结果的感觉这种开花结果的话，它就是在这边让彼此更有安全感的这个发展方向彼此更有安全感的发展方向这种。然后在这边，如果是之前有发生过，这边火星能量比较重嘛，之前有发生过一些冲突矛盾什么的话，会有劝架的人身边会出现一些劝架的人什么的，或者说一些就是一些点让你觉得我好像又可以给这个人一些仁慈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还行，还可以，他对你的话还确实是有认真想过说是未来的一些发展什么的这种。 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 Hello， 我亲爱的第2组，欢迎你们来到第2组的现场。发生了啥？
发生了什么？我这是第2次看到天蝎座了，第2次看到死神牌啊。死神这张牌还有这个宝剑五，好像就是闹得有点够强啊，自虐吗？好像是有一种自虐的感觉在里面呢，或者说是互虐，有一点虐恋的这种感觉啊，看到的是，或者说过往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虐恋的这种情况在啊，过去的话是有一些虐恋呐什么这样的情况在，然后这种过往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就过去恋情的一些影子啊什么的，会冥冥之中影响着2个人呢。这种，再然后可能过往当中，或者说遇到了一个薄情寡义之狼这种感觉啊，薄情寡义啊，然后善变的人，不爱了的人，很容易在感情当中不爱了的人，这个人的话，可能是过往的感觉啊，可能是过往的。看一下这个死神呢，就过去的某一个地方、某一个点隐隐作痛啊，好像是有遇到渣男渣女吗？现在的这个人是不是渣男渣女我不清楚，我还没有看，好吧。然后看一下吧，首先看一下你们2个之间发生了一些什么，好吧？发生了一些什么呢？这儿互虐啊，这是互虐，2个人之间互虐了，然后互相作死了一把啊，感觉不单纯是一个人在做，哎，又来了。不单纯是一个人在作啊，2个人都在作，2个人都有作的情况。这个宝剑是很强的相互的这种能量啊。然后是什么？就作死了之后，整个感情卡住了。2个人都有作死，然后2个人都有卡住，然后2个人都有后悔。放心，这一组里面感受到的是2个人都有后悔的这种感觉。他这个宝剑10的话呢，我觉得是2个人互相扔刀子，扔了10把宝剑，然后就同归于尽这种感觉吧，非常的壮烈啊！这段感情非常的壮烈的这种感觉。还有看到说，看到一个跟 sex 有关系吗？性啊什么的有关系吗？感觉是啊，有这样的感觉。就这方面的话，可能是有让彼此感受到不太尊重吗？这种感觉。还有就是有一些观念呢、理念上面不太对，还有就是对于这段关系看到的负面的东西可能会比正面的要多。再然后放下吧，放不下；拿起来吧，又会害怕说有一些其他的蝴蝶效应会出现啊。这种，还有就是，等一下我看到的是什么？就你们可能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些什么，然后就一直如鲠在喉，就是想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说清楚了之后呢，又好像说的这个方式啊，表达的方式啊什么的不太对，这种啊，在这里面看到的是有一种说话的这个过程啊，或者说交流的这个过程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是把一些比较小的一些问题放大成了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或者说是把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正确的表达出来，这种感觉啊。互虐，天蝎座、双子座交流和这个转化这边呢，因为交流的不太对，然后转化关系的时候转化错误，这种感觉啊，转化成卡住的一个情况，卡住的。看一下更久远之前，宝剑10前面啊，宝剑10前面的话，2个人其实是互相欣赏的呀，很欣赏的味道会很重一些，然后2个人都是，你们2个都有心跳啊，哎呀。你们2个都有这种心跳声，你们2个都有这种心动声，哪怕是说一些话呀什么的，2个人都有心动啊，就哪怕没有见到面，就是交流层面的话，哪怕是灵魂层面的一些交流，没有真的说一些话呀什么的，就一个眼神一个举动，就是有让彼此心动心跳的这种感觉啊，是有心跳的。暧昧啊，暧昧往上开，暗恋的话可能不太适合啊，这一组今天的主题可能不太适合暗恋。然后看一下在之前的话，有一个相互救赎或者是相互帮忙、相互去疗愈的过程啊，看到的是相互疗愈的这个过程，而且这个疗愈的话是有让你们的人际关系啊，还有让你们的这个心态啊、身心灵啊这一块是有一种放松了的感觉，就是好像终于可以有一个人进入到你的生活里面，带给你光明这种感觉啊，这个人啊是有很值得期待的，而且是相互的。这一组的能量可能，如果你是暗恋对方的话，那可能不太对不太对。如果能量矫正的话呢，这一组是更适合那个
什么的在一起的，或者说暧昧的这种啊，这两个，所以它会形成一种相互之间的拉扯、吸引，一方面又很想要，心里面一直会有一种躁动这种的，一方面的话呢，交流方式这边出了问题，交流这边的话呢，双子的这种变动性变得特别大了，就你可能想要表达出就是希望对方多一点关注吧，对，但是呢，表达的方式不太对啊，让对方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你就是会不会想要扎我呀什么的这种感觉，就是产生了这种误会的这种感觉啊，看到的是，还有看一下在这边。我看到的是可能会一起去参加一些什么，一起去做一些什么，一起去看一些什么，类似于很多人都会去看的一些事情啊。我这一点没有看清楚啊，没看清楚这一点，有点像是演讲，舞台剧，不清楚。然后再回来哈，回来在这边再看一下更久远的过往啊，更久远的过往当中呢，两个人可能是这个遇到的方式也是非常魔幻的哈，遇到方式魔幻的，而且是有一些连接的这种灵魂层面的一些连接啊，就这种连接的话，就真的是我之前开玩笑的说法，意念沟通了，就很多的话呀什么的，可能就是通过意念呐，或者说是通过一些其他的表达方式让对方知道这种感觉啊，但是在这个知道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就是有让对方误会了的这种，就是对谈嘛，对谈的过程当中产生了一些误会啊什么的这种感觉啊。然后看一下他现在的想法吧，好吧，他现在的想法。为什么要这样去作死呢？哎呀，等一下，我告诉你们我笑什么。抱歉。这个金币4出来的时候我就笑了，我说他现在的话就是有一种躲在角落去舔伤口的这种感觉啊，躲在角落在那边舔伤口，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这张牌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回归到了某一个小角落里面，然后在那边舔自己的伤口，然后还默默的还会再看一下你的社交圈、动态圈这种的，还会翻一翻，就是说，哎，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最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种感觉，然后。在这边他现在是在为自己的这个任性去买单呢，为自己的任性去买单。再其次的话，对方其实是会想要和你再一次有一些交流，和再一次有一些连接啊什么的，希望让这段关系转化成不要那么僵的情况啊，在这边是有僵住的嘛，不要那么僵的情况，但是他也不希望就是说两个人再次连接了之后一定要就是我们要在一起，或者说我们要那什么更进一步怎么样，就没有那么强的那种承诺的欲望，因为这张牌的话，它是有一种回过头来就是固守现在他已经拿下来的一些东西，固守他的遗产的意思，固守他的财产的意思，或者说固守他现在已经拥有的东西，并不会想要往外去开疆扩土，就是有一点封闭的这种意思啊，因为他还是会害怕说往外去开疆扩土，去过度的推进这段关系的话，可能会就是失败，因为自己付出了之后再失败的话，那是会非常非常心痛的。所以这个过往当中对他的影响，过往的感情对他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所以他现在是处于一种就是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躲在一个小角落里面，后悔到肝肠寸断这种啊。但是他的话呢，如果跟你们真的做一些连接的话，给你们一些承诺，或者说一定要怎么样，这方面的话他还是不太敢的，所以就是一方面缺乏安全感，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又在渴望的这种比较纠结的这个心态啊。表面上面的话，还有在这里面看到说，就是会有一些怄气了，对，就是还是有一些针锋相对怄气这种，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就这边的话，他可能是想要去表达，就两个人之间就是表达的时候，这个翻车了的话，一下子让对方就下头了，对，很强的下头感呢。然后他可能就是做了一些作死的行为，然后以至于你们两个都在两边疯狂作死。现在的话，他为自己的行为是有一些后悔的，躲在角落在那边后悔呢。时不时来看一下你的动态，这种时不时看看未来还会不会有一些发展什么的这种。那么看一下他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最真实的想法还是怕了呀，还是怕了。我看他怕了一些啥？最真实的想法，哎呦，这个有点
安全感不太够啊。他觉得说，如果这段关系经营的非常的差，或者说是经营到失败了，自己付出了那么多，然后最终经营失败了的话，那还不如不经营呢，而是这样的感觉。而且他很害怕说这段关系会变成一种短期的关系啊。短期的关系呢，圣杯九，短期的这种关系，活在当下的关系，就是没有太多的一些责任呐、什么的，就相互不够坦诚啊什么的，就是变成玩而已。他其实最内心当中最害怕的是什么？一系列的作死行为的话，其实内心更多的害怕的是说这段关系会不会有未来，是不是会在他付出了很多东西之后，这段关系无疾而终了呢？还是说这段关系本身两个人都可能都没有想要玩的这种想法，但是呢，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理由啊、原因啊什么的，然后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那种短期关系了。这样的话，与其说投入了之后会失败，倒不如干脆不去投入了。这种非常沉重的感觉在这边，所以他这边最真实的想法是这个什么之间的想法，就是不安全感层面这些的想法这种的。再然后看到的是，如果在关系当中的话呢，就是你们两个已经确定关系了的话，那么对于未来是否可以坚定下去，未来是否可以坚持说一直继续走下去，这一点他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害怕他是非常恐惧说把这段关系经营成一种短期关系，所以这种恐惧的话呢，会让对方就是各种作死。其实他的话，我觉得这个人不算是特别渣呀，我觉得不是渣，不安全感居多。然后在不安全感的前提下，再去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作死的行为这边相互伤害、相互作死，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卡住的情况我看一下吧，这边呢卡住的情况会有很好的交流进来接下来的话，你们两个之间可能会有很好的一些交流进来好的，果然还是在意的嘛。接下来你们两个可能会出现说，就是让对方觉得说，哎呀，你还是在乎我的嘛，就这种感觉就会有一个更强的一些互相理解什么的进来吧，更强的互相理解然后我再看一下这边这一组这张牌出现了。这张牌代表结婚的意思，但是不一定会走到结婚了，还是会你们两个可以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交流了。不管是怎么样吧，成为知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成为红颜知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成为红颜知己的基础上，可能有一些人是有机会走到结婚的，而且有感觉，你们两个之间有感觉的，能够感受到就是好像跟这个人的缘分好像都不太一样，这种两个人之间有感觉。而且如果你们确定关系了的话，那么走到结婚的概率，走到结婚的这个几率其实也是很大的如果你们两个还没有确定关系的话呢，那么成为红颜知己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在这边呢还是有相互在乎的在这边看到的是很强的相互在乎的能量只不过有一些不安全感的作祟，然后有作死的行为。这个星币4太可爱了，早知如今何必当初。然后看一下这个牌这个牌的话还是有连接，这张牌是对应到这儿，这边他们两个是有连接的。他们两个差不多是一个意思，就是还是会想要有一些连接，还是会渴望说是有一些这种相互的交流呢。忧伤，头脑风暴，他大概率不会主动吧？我看一下这个人会主动吗？大众的情况，其实有一些人会主动，有一些人不会主动，所以我看一下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会让他主动，好吧？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会让他主动呢？命运之轮的安排，这个能量就强了鸡皮疙瘩，我直接起鸡皮疙瘩了，我的天，他这个就是命运之轮的安排，还是有一些缘分在的，对，还是有一些缘分。命运之轮这种安排的话呢，可能就没有太多的一些头脑风暴，顺其自然，可能下一个转角你就会遇到他哟，非常的浪漫，好吧？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
我亲爱的女孩、男孩们，OK， 不作死了，第3组哈，欢迎来到第3组。第2组的能量太美丽了，所以录到这边第3组的时候，我好开心呐。OK， 来看一下你们吧，看看你们这边是什么情况，看一下你们过去发生了一些什么，这段关系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哦吼，好的，我看一下。这个像火一般炙热的男子是谁？这个火一样热血的男子是谁？火一样热血的男子啊！为什么笑呢？在这边呢，火一般炙热的男子对上了一个就是比较纠结细腻的女孩子，所以就会出现一种动漫里面非常搞笑的场景是什么？有一方非常热血的跟他说：“哎呀，坐这坐那。”然后另外一方突然就是软下来，然后感觉好像情绪啊什么的细腻的时候，这边那个像火一般的人他就会开始慌。发生了什么？到底怎么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去相处了，就一下子就会让这边像火一般炙热的人有一些心跳的这种感觉。你发生了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就是这样的感觉，就是有一个方面比较细腻或者说比较温和温柔的一个人遇到了一个像火一样炙热的人呢，然后产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化学反应呢。这种恋爱的感觉是真的。哎呀，第3组又让我看到了恋爱的酸臭味。OK， 没关系，我们继续看一下。继续看一下的话，就是刚开始这段关系里面是有出现说一种非常强的单刀直入的能量，就是会有一种比较霸道的这种征服感，他会过来给你各种秀肌肉啊，或者说秀一些自己的才能啊什么的，然后萎了。然后就真的是就退下来了，或者是萎了的这种情况。这种萎了的话呢，大概率对方是没有搞。Hello， 哎呀，录到一半内存卡满了，不好意思哈，没关系，我们继续。这组的能量，我本来说要不要重新录一下，然后这组的能量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不舍得，所以中间稍微断一下就断一下吧。这一组就是比较铁血的一个人，比较热血的一个人，然后遇到了一个比较细腻的人，然后开展了一段恋情啊。这个恋情的话呢，就是让彼此都会很有心跳，尤其是那个铁血的人和热血的人的话，这边铁血的人和热血的人，他的心跳感可能会更强烈一下。这种但是他表面上会表现得非常的镇定了，非常的镇定了。而且这段关系的话呢，就像是风雨交加之夜这种开始的时候，风雨交加之夜，雷里云里各种的激情热情，然后遇到了一个以柔克刚的对象，就有一种卡住了的这种感觉有一种卡住。然后现在的话，还是会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纠结拉扯什么的，这种会更重要，也更重一些而且有些人可能会断联，看到的是有一些人可能会出现断联的情况还有看一下吧，他的想法是什么呢？他的想法，宝剑五，为什么笑呢？就这么铁血的一个人，我觉得大概率这个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测的人，女孩子比较多的话，你们测的人，这个男生的能量可能是比较特血的比较铁血的那个，然后不管是谁吧，就是在这边也有可能是女孩子，你们比较铁血的男生在测女孩子也是有可能的哈。在这边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些你们测的这个人呢，他最近的话可能心情不太好，对，心情不是特别的好。那宝剑3，我刚刚说心情不太好，宝剑3会有一些妥协在这边这两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外界的一些能量什么的，让对方就是有一些压力比较大，不敢去征求这段感情吗？不敢去追求这段感情吗？他这边本来是你们看呢，本来是宝剑2的一个状态，然后进入到这边的话呢，它是能量对接到这边，它变成了一种3的状态，而且这个3的话呢，它是会对应到路径里面的第3个路径第3个萨法拉的话呢，它这边就会有土星的能量进来。土星能量进来的话呢，就是会让这个3把宝剑里面承受外界的一些压力和外界的一些能量而弯曲外界的一些压力和能量而弯曲这种，所以有一点点不太开心的感觉
而且对方的话其实是在考虑说要走要留，是要离开呢还是要留下呢？就像是在这个你们选到的主牌这边呢，就这个人的头上面会有很多的这种建筑物啊，类似于这种，所以就会有一些包袱感很强的这种感觉啊，对方是有一些外界的一些压力，外界的一些影响对这个人非常的重啊，所以这一点的话让对方就是躲在角落瑟瑟发抖这种感觉啊。再然后看到的是这边也有看到说，就是对于这段感情从坚定不移，觉得说哎呀你逃不掉了，你就是属于我的，你想跑你跑不掉的这种感觉，慢慢的开始怀疑人生。哎呀，我要是跟他再继续发展的话会怎么样呢？外界的环境会怎么样呢？会不会把我生吞活剥了呢？类似于这样的感觉哦，就这样的感觉，非常莫名其妙的这种感觉来自于外界单刀直入，外界的一些影响会非常的大。这种外界的影响的话，可能是房子、车子、票子，还是什么？搞不清楚，看不到。我看到的是更多的是一种精神压力，会精神压力会比较重一些。然后看到说可能就是不自信。精神压力啊，这种会比较多，所以现在的话正在考虑是要坚持还是要离开，就是要去要留之间弥留之际这种哦。然后看一下对方真实的想法吧，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最真实的想法目前是想要暂时隐遁起来啊，藏匿起来，隐遁起来，就是想先要把这个感情方面的一些事情啊什么的先放一放，先去提升自己啊，或者说是去做一些固定的事情，反复做一些固定的事情这种哦。而且是你去搞了一些自己的住所，收拾了自己的住所，还是对方去稍微改动一下对自己的住所？好像是有一个人去改动了自己的住所啊什么的这种啊。OK， 改动了自己的这个住所什么的。OK， 这两张的话呢，回过头来这两张跑到住所的能量里面去了。我看一下他最真实的想法，好吧？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内心深处 Come on， 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最真实的想法耳鸣了。最真实的想法是啥？这么难的吗？这人是OK， 这抽牌抽的好难。最真实的想法，他们所测的这个人最真实的想法好的，不容易啊。看一下在这边最真实的想法啊，他的话呢就是这种感情的包容啊、接纳，他看就是有一点，就这段感情的水元素的流动性非常非常的差，所以就是如果你喜欢对方的话，你要让对方知道你喜欢他。他现在是有一种怀疑，说你是不是不喜欢他了，你是不是不爱他了，你是不是对于这段关系不像以前那么执着了，你是不是玩一玩而已，这种感觉，这种不安全感会更重一些我看到的是。再然后整副牌里面水元素的这种匮乏感的话呢，它所有的水元素都变成了一种敏感难过，或者说是一种就是内向的内隐的一些东西了，变成是。然后说这种爱的表达的话呢，它是有一种被抑制住的，所以他的这种爱的表达的话是不够的。所以这一点的话呢，让对方觉得说对于这段关系好像是看不太到未来呀什么的这种然后他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其实在这边就是你是不是还爱我，就这么简单没有太多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更多的是什么对于这部分爱的一个坚定性吧，坚定性是缺乏的。再然后更多的是什么呢？行动性，你们两个之间可能行动力多了些，就翻一翻彼此的朋友圈呐，做一些这个做一些那个，反而就是少了一些爱的表达和爱的这种水元素的一种流动状态是少了的。那刚切牌就切到了这一张牌，水元素的这种流动是有缺乏的。然后看一下然后在这边是有出现说就反而对于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看得非常的重，这种这里面最真实的想法。所以像外界的一些影响外界的一些这种表面上面看起来好像是非常害怕外界什么的，这巴拉巴拉一大堆，但是实际上呢还是对于爱的一个坚定性是有缺乏的这种
这一组的话应该是暧昧和确定关系当中啊。如果你们是暗恋的话，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地步啊。不过我会在视频的那个标题上面标注一下，适合暧昧和关系中。然后他这边最真实的想法的话，我感觉是有一种会考虑很久远的一些未来啊什么的，很考虑的一些久远的未来之后，因为缺少一些水元素的这种包容或者是这种爱的信念吧，就是相信彼此之间感情是足够的这种信念，所以有一种选择停下来这样的感觉。其实说实话的话呢，还是对于爱的这种不安全感会让对方有一种停下来的感觉。你对我是不是还爱这个点？而且你要是真的最讨厌的是什么呢？在这边出现的这张牌啊，这张牌讨厌他讨厌在哪里呢？你跟他说他不信，你跟他说你对他还是有爱的，或者说你跟他去表达自己的爱的话，他不相信，我不信这种的，就这一点的话就很讨厌。还有就是你这边对他是否是真的有爱，他能感受到的呀，他能感受到的。所以这一点的话，让这段关系的话是有一些卡住的。再然后就少了一些相互理解吧，相互理解啊，还有少了一些就是，我怎么感觉就是有一大堆的雾在这边，就像是拉了一层雾一样，就是很多的事情，你们两个可能是会因为一些外界的环境啊、外界的一些影响啊什么的，就是没有办法表达的非常清楚这种啊，所以的话就。对于这段关系可能会有比较强的一些不信任感吧，这种不信任的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你还爱我吗？你说我爱你的，他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就OK。 还有就是你自己的话可能还没有到达那种爱的境界哦。看一下你们吧，哎呦，我看一下，看到这副牌，你们对于这段关系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笑呢？宝剑五，圣杯五，哎呦，你们两个在干嘛？请问？然后圣杯10，你这边是有很强的这种就是感受啊，对于这段感情很强的感受，圣杯10都出来了，但是这么多的圣杯的话呢，在他那边却少得可怜，少得非常的匮乏这种啊。圣杯9，圣杯9。你需要表现得更靠谱一些啊，建议是可以表现得更靠谱一些。在这边的话，感觉你的话，要么你觉得对方不靠谱，要么他觉得你不靠谱。但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话呢，是有相互是有一些感觉，有一些连接的，但是还是有一层帷幕在这边，帷幕拉起来的这种感觉。异地啊，有异地。然后在这边出现的是什么数字？来看一下我数字吧。数字这边是有5号数字的叠加，5号数字的话很有可能就是你这边会出现情感危机，情感危机就是感觉情绪这方面的一些危机。他那边的话呢就是头脑风暴，头脑风暴，而且想的都是特别特别的多。你跟他说一些什么他不听啊，就这个固执己见。然后你这边的话呢，就反而是一种情感爆发在一种情感的这个状态，就天蝎嘛，天蝎的话呢，就可能是对于自己的内心放毒这种感觉啊。然后他这边的话呢，就是头脑风暴，对，怀疑、猜疑这种，还有一些外界的压力啊什么的，在旁边煽风点火的话，就以至于他这边的话，可能还是会稍微有一点点，安全感，对，还是安全感不太足啊这种。再然后这边反复出现了一些什么呢？它这边是3号牌，3号牌的话呢，对于这段关系的理解程度不是很够。理解支撑在什么点上面呢？支撑在信任点上。信任支撑在什么点上呢？水元素相互接纳和相互容纳和相互之间的一种就是信任吧。可能之前的话有一些就没有表达的太清楚啊什么的，就是含糊其辞啊什么的，就这个宝剑8的一个状态，弯弯绕的一个状态啊，它可能就是会出现说，就有一些话呀什么的没有说太清楚，然后以至于2个人之间有太多的一些误会啊什么的这种啊，所以这个人的话现在处于什么呢？表面的想法扎心了老铁，然后想要若即若离的这个状态啊，说要不要离开呀，或者怎么样啊，要不要
就是推进这段关系，或者说放下这段关系，就是有一种权衡利弊的这个状态里面呢。再然后这个人的话呢，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真实的想法就是对于爱的感受不是特别重爱的感受是不是特别重的？然后这种爱的感受的话呢，最讨厌的是你说出来他不相信这个最讨厌了，就固执己见那种。再然后你这边的话呢，两个人之间有一方可能是有一些不太靠谱，可能有出现说相互 PUA 的这种嫌疑啊什么的，就不知道是你 PUA 他还是他 PUA 你了，这一点就不清楚了。那么看一下未来这段关系的发展吧，我稍微净化一下这部分的能量。未来，好的，未来这样的僵局会被打破，未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呢，比较长的一些时间。长时间之后呢，这种打破的这种僵局啊什么的，这种会被打破，就是未来也需要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的话，6月份吧，6、7月份可能会有一个机会进来，让你和对方打破这个比较僵局的一个情况。再然后，看到的是5、6月份，还有一个就是从现在起，你看到视频开始，那不管是你什么时候看到视频啊，你看到视频开始7个月之内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进来7个月啊，还有看到的是7个月这种，还有一个数字是2年，我不知道这个2年的意义是什么。2年的意义是什么我不清楚，可能对于你们2个来说会比较有一些意义的数字吧。OK， 那么这一组看一下这个牌，这个这是第2次出现了，稍等哈，再看一下这边制约相互制约，被环境制约了。这一组环境方面的影响，环境方面影响其实是一个加速器，它不是原因，它是加速器，环境的影响。原因是在这边缺少水元素这种信念、信任、分享生活的分享程度什么的，而且主要还是信任感不足。说了也不信，这个状态就有点难受不过再等一等吧，再等一段时间的话，可能5、6月份什么的会有一个节点进来，就是有某一方会推进这段关系推进这段关系，把过去的那个能量状态给它给清理掉了之后，去注入新的能量状态这种。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OK， 看一下吧，对方的想法是什么呢？对方的想法权杖10对方的想法，星币圣杯4，非常满足当下的一个感觉，非常满足当下，然后他觉得他做了自己正确的选择，他觉得他做了自己有史以来最正确的选择，或者说结合他过往当中的一些经验的话呢，他觉得他做了一个比较对的一个选择。当下来说的话呢，是有一部分的压力，或者说有一部分的就是被压抑的一个情况还有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也对于未来迷惘，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方向什么的，就是看不太清楚未来该怎么样去经营这段关系，这一点的话，他还是有一点点就是没有想清楚的这种感觉看到的是。还有的话就是对于当下的这个状态，他算是比较满意的状态而且这个人大概率是做了一些抉择，这个抉择的话呢，可能是会让他觉得说应该是做了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选择和比较正确的一个抉择，这个意思在再然后看到的是这个人的话，对于感情关系这一点的话呢，自我保护欲会更重要一些，更重一些而且他的话感觉背负想法什么的会比较多一些。再然后看一下这一组有确定关系的确定关系的话呢，他可能在想接下来要怎么去发展这段关系，怎么去推进这段关系，或者说怎么去让这段关系发展到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比较有安全感，然后他会更注重一种舒适感，感情当中相互交流，或者说相互去说话或者说2个人相处会非常舒服的这种感觉，这一点的话会让对方非常着迷然后他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慕强在这里面慕强的这种感觉而且他的话呢，可能对于自己的要求什么的会比较高一些。这一组的话，绝对有一个人是上升处女绝对有一个人是上升点是在处女座的这种
所以就是有那种要求啊非常高，然后对于一些事情的细节啊什么的做的事情都这种非常的细腻，然后掌握一些什么事情的话呢，他都会很好的去掌握那个度，这种啊非常理性的一个人，非常理性的一段感情，这种啊。恋人牌，我刚刚说嘛，这组可能是有确定关系的人，就可能你或者是对方心里面会有一种感觉，说是啊，就是这个人了，我对这个人的感觉很好，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和他发展一段比较长久的一些恋情，或者说我应该会找一个相似这个类型的人啊，我结婚的话肯定会找一个这个类型的人，这种感觉啊。所以不一定是他说啊，我就要跟你结婚，可能有一些人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呢，你确实是他想要去结婚的类型。那么再看一下他最真实的想法，最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呢？最真实的想法，哎呀，有些话没有说出口啊，这个人很多的话没有说出口，或者说他遇到了挺多的一些阻碍的。然后这个人的话还是会比较渴望和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流，这种交流的话呢是舒适感第一啊，舒适感第一的交流。再然后这种交流的话呢是可以说有一些比较舒服的点，可以不把它逼得那么紧，可以不让他就是处于一种比较难过的一个状态，或者说处于一个就是这种圣杯七的状态。圣杯七的话呢，就是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嫉妒心呐，或者说平常心呐，这种平常心多一些，相处融洽一些，相处好相处一些的这种感情状态的话，他可能会更渴望一些啊。那么这个人对你是否是有喜欢呢？是有喜欢的，而且对于这种喜欢的状态，他觉得是刚刚好的，不多也不少，是属于一种守护的感觉吗？守护吗？为什么会出现守护？哎呦，等一下，我刚才确实是有看到守护，是看到了之后我自己都愣了一下，为什么会有守护 ？OK， 看一下这个守护来自于哪里那这就行了，那这儿呢？这个守护来自于这儿，这种满意的感觉的话，他觉得就是慢慢的、默默的去守护你，或者说默默的去看着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说给予你他认为的这种幸福的话，他会觉得说很好，这种感觉啊。再然后两条线。一条线是什么呢？就你们两个已经确定关系了，然后这个关系的话呢，相处还算是比较融洽，很满意，然后正在考虑说下一步该怎么走，找一个相同类型的人，怎么去结婚这种的。再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因为过往的一些谎言，然后让这段关系变得非常的尴尬。你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觉得说跟他会发生一些什么，或者说对方，我不清楚这里面男生女生的能量两个都有，就是有一方的话呢，一开始没有觉得说两个人会发展成怎么样，就是觉得说就单纯的做朋友啊什么的，就单纯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一些坦白啊什么的，然后后面发现说动心了，然后就完蛋了。为什么笑呢？就动心了，然后就完蛋了。这句话有点搞笑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是真的没有办法去掌握自己的心，真的没有办法掌握自己要对谁动心这一点是真的一个比较讨厌的一个点，但是也是感情最浪漫的一个点呢。他这边宝剑七还有这个双子座的牌，恋人牌的话呢，就往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有准备说是一定要发展一些什么，但是相处完了之后发现说动心了，再然后的话下不来台了，卡住了，这样的情况，我不知道是你还是对方，你们两个之间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我觉得大概率是对方吧。再然后对方这边的话还有一条线是什么？第三条线呢？这里其实有好几条线，我先大概梳理一下吧。第三条线是什么？他这个交流啊什么的，就是很多话他没有说出口，这样的也差不多，这个跟前面的两条线的状态也差不多，就是很多话他没有说出口这种的。而且的话，我觉得他对于这段关系的一些观点和看法的话呢，就是他也没有想过自己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子就动心了这种啊，就我动心的很莫名其妙，好吧？这张牌给我说我动心的非常莫名其妙，呵呵。然后再看一下这边呢，这边接下来的话要做一些抉择了。我看一下它这个，等一下我看上面有没有什么线索。这个抉择的话还是往一个征服的方向去前进啊，可能会又会回到起点这种，又会回到原点这种，又会回到就是你们找到了你们的初心，或者说又会找到一个刚开始接触的那种感觉，跑到那边去了，也挺好的，有一种再一次回归到最初的这种感觉啊。就不知道最初是什么样子了，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了，每一个人不同的剧本。再然后看一下这边呢，
这张牌啊，这张牌出现的话呢，就行动力还是会稍微差一些啊，行动力稍微差一些。这一组的话更会注重一些精神共鸣和精神连接什么的。说话还是那句话，相处是否是舒适的，相处是否是 OK 的，相处是否是让彼此觉得很舒服的这种啊。这一点的话呢，可能会影响你们两个接下来的进程，你们两个接下来的这个发展呢，这种的。再然后这边看到的是。接下来的这个发展的话，都会有一种非常强的外界的侵入感呢。这种侵入的话呢，不知道是对方侵入你，还是你侵入对方了，会有一种价值观的相互洗脑这种感觉。开玩笑的说法就是相互洗脑，其实正经的说法呢，就是有一种他的想法，他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引起你这边的一些行为啊什么的一些感动啊、改变啊什么的这种啊。就是会相互影响到了这种，再然后会有很强的一种安全感，好像就是有一种守护的感觉。虽然有一些人你们并没有见面，或者说并没有确定关系什么的，也因为这张行星牌的话呢，它是好遥远的，就异国恋容易出，在这一张牌里面容易出异国恋什么的，所以这种的话像是。不一定是异国，就是完全两个体系、完全两个世界的人相互进行到一些连接，这种这种连接的话呢，它是会有一种就是你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存在，就会有很安心的感觉。虽然没有跟他说，一定会跟他见面呐，一定会跟他发生一些什么，但是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人存在。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这种守护，在这里面这张和这张，他们三个都有一些守护的感觉，就像是天上的一颗星星，然后它时时在为你照亮道路这种感觉。再然后的话，相处的真正的就是近距离的相处的时候，就那种神秘感、那种浪漫感会减半。就两个人就是会真的是冤家路窄这种感觉哦，冤家路窄，但是它也是一种情趣了，一种情趣。那么继续看一下这个人哦，好的，这个人，哎呀，我这边满地找牌的情况又出现了。我本来想要看一下他接下来对于这段关系的一些看法吧。我觉得这个人的话，他对你们算是。有心动的，很强的一个心动在啊，而且这部分的心动的话，他可能还有自欺欺人在哦。我没有心动，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他，我们两个好像没有未来，明明在那边心跳的要死那种。这两张也有自己骗自己的意思啊，这两张，他们两个，这两个有自己骗自己的意思啊，明明心动的要死，但是又会有出现说自己骗自己的这种情况啊。OK， 然后看一下这个人接下来的打算吧。哦，又不给出，那就不看了，好吧，咱们。他已经喷了2次牌了，所以咱们就不看了他接下来的行动，因为他接下来的行动也是了，他自己都在骗自己说啊，我不心动，我不怎么样，但是他明明就有心动。那么看一下这段关系接下来的走向，好吧，接下来的走向，圣杯5啊，圣杯5，还有这个还是这两个意思差不多。纠结了之后，他可能会迎来一个，就是目标性比较强的前进了。纠结了之后，目标性比较强的前进，还有一些环境层面的一些干扰啊，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些其他的人事物，搅乱了你们两个之间相处的这个节奏啊。搅乱了这个节奏之后，可能就是会有一些推进了的感觉吗？稍等，我看一下哈，我看一下。就真的要撕破那层窗户纸了，对，撕破那层窗户纸了。然后这个窗户纸的话呢，可能就是会去，结束一些什么吧。反正是朋友的话，可能是做不了了，要么做恋人，要么分开这种的。朋友的话呢，可能就有点难，虽然好像两个人他的话呢更想要当朋友啊什么的，但是不行，因为。他这边已经心动了的，他是心动了的，但是心动了之后，他要不要承认这份心动，那就要看你们两个的缘分的程度了。如果缘分够的话，那么机缘巧合外界的一些侵入性的一些行为，就会让你不承认都不行。然后看一下这边呢，忧伤，还有一些什么？他在伤心什么？他在伤心彼此之间的一些投射啊什么的。在乎的了，这一组对方是在乎的，就看他有没有勇气去承认他的那份心动了。还有什么？看一下哈，
还有的话呢，新的洞见、新的洞察，这个要作妖了。我看一下是谁要作妖？我觉得你和对方之间某一方可能要作妖了，感觉。看一下哈，看一下太阳牌，男生要作妖了。男生的话可能是要作妖了，他要做什么样的妖？他可能会跑过来跟你说一些非常莫名其妙的话，让你想要打死对方的话，或者说是他会做一些莫名其妙的行为，就整个人的话就是有一种，你会觉得说很莫名其妙，你为什么要做这个？我觉得这边的话，他男生这边要作妖了，而且作完了之后，可能会让这段关系有一些更新的一个更新吧，更新的一个新的一个迭代这种感觉。OK， 那么这一组就到这里了，希望有所启发和帮助，拜拜。